天气挺好，风和日丽的，突然间吧嗒，一根枯树枝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掉在你面前了，你可能就觉得有点奇怪，但估计也不会太往心里去，对吧？对，一般人可能就捡起来扔一边儿，或者直接绕过去了。但是在古代啊，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他会停下来，他觉得，这是天机，然后呢，就根据这个现象推演出来一番，说起来挺惊人的预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深入探究一个非常经典的梅花艺术占卜实例，就是这个枯枝坠地占，跟你一块儿像侦探破案一样，一层一层的去剖析，看看古人呢是怎么通过观察这种自然现象，然后运用一套挺独特的逻辑体系，也就是《易经》那套东西来进行分析和推演的。这更像是一次怎么说呢？对古代思维方式的解码之旅，看看他们怎么从这些小事里读出信息来。没错，咱们今天的目标啊，就是要把这个占卜过程一步一步都给它拆解开，从那个异常的落枝开始，看看它是怎么被转换成易经里的那些卦象符号的，然后这些符号里头又都包含着哪些含义，最后呢又是怎么一步步得出来一个具体到时间和人物的，听起来那么精准的预测。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套方法背后那个思维逻辑。好嘞，那咱们就从故事的起点开始说起。这个时间啊，是在古代的叫戊子日辰时，辰时就是现在的早上大概7点到9点那个时间段。对，早上。一位占卜者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棵树，长得还非常茂盛的一棵大树。对，然后关键的这个异常瞬间就来了。当时啊，重要的点是没有风，但是呢，一根已经枯死了的树枝，它自己就从这棵看着很茂盛的大树上咔嚓掉下来了，而且掉的位置也挺巧，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这位占卜者的西边。按照八卦的方位来说呢，西边对应的就是那个兑卦。你强调了这个无风自坠，这个确实听起来有点不寻常啊。平时刮个风啊，下个雨啊，掉树枝太正常了，但这没风，自己掉下来，古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这个细节呢？这一下就触及到古人一种，可以说是核心的世界观了。他们叫做天人感应。在他们看来啊，人和自然它不是分开的，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对，所以像刮风下雨、断个树枝这种，他们觉得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符合规律，那就不用多想。但是像无风自坠这种异常，在他们看来就不是偶然了，更像是这个自然界在传递某种信息。对，一种对人事变化的可能是提示，也可能是预兆。所以他们碰到这种信号，一般不会轻易放过，会停下来琢磨，这个异常对应着什么呢？它预示着什么事儿要发生呢？原来是这样。关键点就在于这个异常本身，它被当成是一种沟通的信号了。那要解读这个信号，古人需要用到哪些工具，或者说需要哪些解码器呢？在咱们进入具体步骤之前，我看是得先快速了解一下这个占卜案例里头用到的几个基本的零件。没错，先得把基础概念搞明白。对，首先肯定就是八卦了。八卦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那8种基本的符号，它们有阳爻，就是一条完整的直线，和阴爻，一条中间断开的直线，这2种爻组合起来的。每一种符号啊，都对应着特定的自然事物，比如说天地水火山泽风雷，还有方位啊、家庭成员呢，甚至还有数字。对，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例里头呢，有2个卦是特别关键的，得先认识一下。一个呢是离卦，符号是，对，它代表的是火，方位呢是南方。然后在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对应关系里，就是那个所谓的先天八卦数，也可以简单理解成每个卦自带的一个数字代码吧。离卦对应的数字是3，对。更有意思的是，你看它的那个卦象结构，上下是2条阳爻，实实在在的，中间夹了一条阴爻，是断开的。古人就形容这个形象叫离中虚。
中虚。你想想看，这像不像那种外面看着还挺结实，但里头已经空了、朽了的那个枯木的形态，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外实内虚。对吧？而且啊，枯木是不是特别容易着火？那是肯定的，一点就着。这不就又跟离卦代表的那个火的属性给联系起来了吗？有道理，形态和属性都能对上。另外一个需要咱们了解的是兑卦，符号是兑卦，它代表的是泽，就是沼泽啊、湖泊啊这些。方位呢是西方，它的先天八卦数是2。这个要记住啊，数字2。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兑卦除了代表泽之外呢，在易经里头，它也常常象征着毁折，就是损坏、折断或者缺损。哦，毁折缺损。对，这个含义啊，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好像在一开始就为这棵树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一点点伏笔的感觉？确实，听着就有点不吉利，跟树枝掉下来这个事儿能联系上。除了八卦和它们对应的数字，时间点也很重要。案例里都提到了是辰时，对，辰时，古人计时啊，一天是分成12个时辰的，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辰时呢，换算成咱们现在的时间，大概就是早上7点到9点这个区间。按照这个地支的顺序，子是第一，丑是第2，这么数下来啊，辰正好排在第5位。比5。所以呢，在这次占卜的计算里头，辰时这个时间信息就被转化成了数字5。好的，数字5，这个也得记一下。对，这个数字很重要，咱们后面推演那个变化的时候就要用到它。好了，基础零件差不多了。八卦里的离卦火属3，中虚象，和兑卦泽数2，西方毁折翼，还有时间辰时数5。有了这些，咱们就能来看看那位占卜者是怎么起卦的了。这个起卦啊，听起来好像有点神秘兮兮的。哈哈，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个翻译过程。翻译，对，就是把眼前观察到的这些具体的事物啊、方位啊，给它翻译成易经那套抽象的八卦符号语言，一个编码的过程。哦，编码。行，那他先确定上卦。占卜者是取了槁木，也就是那根掉下来的枯树枝，作为上卦的来源。但这就有个问题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是离卦代表火呢？按理说树枝是木头啊，为什么不用那个代表木的震卦或者巽卦呢？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正好能说明白这个梅花易数起卦时候的那个灵活性，还有它背后的象数理结合的思维。这里啊，它主要依据的不是五行属性的木，而是象和理。象和理。先说象，就是形象。刚才不是说了吗？离卦是中虚之象，上下是阳爻实的，中间是阴爻虚的。这个结构啊，跟那个枯木外面看着还行，里面空了的形态是不是特别像？确实像。这就是取象。然后是理，就是事物的属性或者它内在的道理。你想，枯木它最显著的特性是啥？干儿，容易着火。对了，干燥易燃。离卦代表的是火，枯木和火的联系，在属性上是不是比跟那种代表生机生长的正卦或者巽卦阳木和阴木要更紧密一些？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正卦、巽卦感觉是活着的树木。对，正巽更多代表的是生长啊、柔顺的那种状态的木，而这个已经是槁木了，是枯死的。所以综合它的形态象和它的易燃属性离，占卜者就判定这个槁木应该取离卦更合适。你看，这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然后把具体事物对应到最恰当的抽象符号上去的一个过程。明白了，不是死板的按五行来，而是看形态和内在属性哪个更贴切。那下卦呢？这个好像直接一点，是根据枯枝掉落的方位来定的。枯枝是落在了西边，也就是对方。对，下卦这个依据就更明确了。首先呢，拔卦跟方位它是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的，这个是基础规则。西方就是对卦的方位，没跑儿。其次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对卦这个符号本身它就有毁折损伤的含义在里面，这不就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呼应了
枯枝掉落的事件本身了嘛，它好像在暗示这个树后面可能会受藏损伤。哎，你看，在起卦这个阶段，不同的信息就已经在互相映照，指向一个方向了。没错，好的占卜就是这样，信息会不断的相互确认。好的，这样一来，上卦确认是离，下卦确认是对，上下两个单卦这么一组合，就得到了《易经》64卦里头的其中一卦了。具体是哪一卦呢？中的第38卦，火泽葵卦。火泽葵，这个葵字，葵第二声，它本身啥意思啊？这个葵字啊，本身意思就挺有意思的。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乖离、不和、互相看着不顺眼，甚至是反目的意思，对立、分离。哦，乖离、不和、对立，火泽葵。你看这卦象，上卦是火，离；下卦是泽，对。火苗是往上烧的，对吧？泽水呢是往下流或者待在低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这方向完全是拧着的，相反的。这卦象本身就特别直观地体现了那个葵的含义了：矛盾、分裂、不和谐。完全正确。那对应到这棵树上，初步的解读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树的某一部分要和它的主体分离开来了，就像那根掉下来的枯枝一样？非常对。这个本卦火泽葵，它基本上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整个事件是带有分离、对立性质的。但是呢，易经的精妙之处，或者说梅花易数的特点在于，它不光是描述一个静态的状态，它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变化，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会变成什么样。得看动态。对，所以光有这个本卦还不够看，还需要找出是哪一个爻在动，也就是所谓的动爻。这个动摇啊，是预示事物会怎么变化，变化会走向哪个方向的关键线索。动摇，那怎么找这个动摇呢？这里就要用上咱们之前记下的那几个数字了吧？没错，离卦的先天数3，兑卦的先天数2，还有那个辰时的序数5。完全正确。这就要用到数了。计算方法其实非常直接，把上卦离的数3加下卦兑的数2，再加代表时间的辰时的数5，也就是3加2加5等于多少？等于10。对，总和是10。得到这个总和数10之后呢，用它来除以6。除以6，为什么要除以6呢？问得好，因为易经一个完整的卦，它不是由6个爻组成的吗？从下往上数，分别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最上面是上爻，一共6个位置。哦，对对，6爻。所以咱们就用总和数10去除以这个爻数6，10除以6等于1，然后余数是余数是4。对了，这个余数4就是咱们要找的答案。它就告诉我们是这个火泽葵卦的第4爻，从下往上数第4个位置的那个爻，它发动了变化，是它在动。第4爻动了，那它动了之后会怎么样呢？爻一动就要变，是这个意思吧？是的，规则就是爻动则变。动爻的变化规则也很简单，如果原来是阳爻，就是那个，它一发动就变成阴爻；如果原来是阴爻，它发动了就变成阳爻，阴阳转化。明白了。那咱们来看这个火泽葵卦的结构。第4爻在火泽葵卦里，它原本是一个阳爻，在易经里，阳爻用数字9代表，阴爻用6，所以第4爻是阳爻，就叫94。这个94爻它一发动，阳变阴，就从原来的长变成了短。这个第4爻啊，它是属于上卦，也就是离卦的一部分。它变了之后呢，原来的那个上卦离就跟着变了，变成了艮卦，符号是山，艮代表的是山。哦，上卦从离火变成了艮山。对，而下卦呢，也就是兑卦，因为它的爻没有动，所以它保持不变。下卦还是兑泽。没错，这样一来，上卦变成了艮山，下卦还是兑泽。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卦象组合，这个由动摇变化而产生的新卦就叫做变卦，它通常预示着事件发展的最终结果，或者说未来的趋势。变卦，
那这个上艮下兑是什么卦呢？这个卦是易经第64卦中的第41卦，山泽损。损失的损。对，就是那个意思。好了，这下信息越来越丰富了。咱们现在手上有3个关键信息了，一个是描述初始状态和性质的本卦火泽葵，一个是揭示变化关键点的动摇，第4爻动了，还有一个是预示最终结果的变卦山泽损。接下来就该深入解读这些符号里头到底都藏着什么具体的意义了。咱们先说回那个本卦火泽葵，刚才咱们理解了，葵就是乖离不和，火往上，泽往下，方向是拧着的，这直接就指向了分离对立的状态。对于这棵树来说，似乎就是预示着要跟整体分离了。对的，这个基调定了，然后我们就要看那个关键的动摇了，也就是火泽葵卦第4爻9·4的爻辞。爻辞。火泽葵卦9·4的爻辞是这么说的：葵姑遇元夫。葵姑遇元夫，这话怎么理解？有点文绉绉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葵姑，葵就是乖离对立的状态，孤就是孤独，所以葵姑描绘的就是一种在分离对立状态下的孤独，甚至是有点孤立无援的境况。你对应当时那个情景想一想，枯枝已经掉下来了，这棵大树本身或者说剩下的部分是不是显得有点孤单，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好像是有点这个感觉。然后是后半句遇元夫，这个元夫啊，在古代通常指的是有德行或者地位比较重要的人，可以理解成大丈夫或者某个关键人物。关键人物。对，这句爻辞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言，它暗示的是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葵姑将会遇到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一种重要的力量介入，遇元夫。这个元夫你先记一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我们后面会看到它怎么奇妙的应验了。好，记住了，元夫，这个有点意思。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变卦山泽损，这个损字一听就感觉好像不太好啊，损失损坏，这树要倒霉了。字面意思确实是损失减损，但是这里又要结合卦象来看了，再次体现了易经那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山泽损这个卦，它的卦象是上山艮卦，下泽兑卦。你想象一下，山在上，沼泽湖泊在下面，泽水在下面，它是不是会去灌溉滋养山上的草木？对，这样就会有所损耗。是这个道理。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损下益上的意象。损下益上，就是说牺牲减损下面泽的，来补益成全上面山的。所以这个损字的解读在这里就非常关键了，它暗示着即将发生的这个损失，比如树木被毁，可能并不是完全是坏事，它更像是一种有价值的付出，牺牲了个体这棵树，但是呢，可能有助于更高层面或者公共的利益益上。这就体现了一种损益的辩证观。损失的背后可能有价值的转化，它其实为最终那个结果定下了一个基调。会有损失，但这个损失可能是有意义的，不是白白损失的。哇，这种辩证的看法确实很有启发，不是非黑即白。那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判断吉凶，或者说判断这个事件性质的方法呢？光靠卦名和爻辞？有的，在梅花易数里头还常用一套分析方法，叫做体用关系。体用关系？对，体和用，简单理解呢，体就代表我们关心的那个主体，在这件事儿里，显然就是那棵树本身。而用呢，就代表外部的环境作用力或者说这个事件本身的发展趋势。主体和外部作用力。通常呢，我们会把本卦里头没有动摇的那个单卦作为体，因为它相对稳定，是主体嘛。而有动摇的那个单卦呢，作为用，因为它在变化，代表外部的作用或者事件。明白了。那在我们这个火泽葵卦里，动摇是在第4爻，第4爻属于上卦离卦。对，所以上卦离代表火，就是用，
代表外力了。没错，下卦兑代表泽，因为它的爻没动，它就是体，代表这棵树本身。非常清晰。上离为用，下兑为体，然后就要用到五行的理了。刚才我们说离卦五行属什么来着？离属火，兑卦呢？兑代表泽，也跟金属有关，五行是属金的。哦，兑属金。对，接下来就要运用五行生克的道理了。火、木、土、金、水之间有相生也有相克的关系。那这里是火用和金体的关系。在五行理论里，火跟金是什么关系？火克金，炼钢炼铁吗？完全正确，火克金。所以体用关系分析下来就是用克体，用克体，意思就是外部的力量用卦离火，会克制损伤这个主体，体卦对金。这个信息就非常直接了，它指向什么？指向这棵树要受到克制和损伤。对，而且是火来克金。你想想那个意象，很可能就是人为的砍伐，金属工具也带金的属性，被火克，或者直接用火，或者焚烧之类的，有克伐熔炼的象在里面。哇塞，这么一分析，所有的线索，本卦、变卦、动爻爻辞、体用关系，好像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了。本卦魁指示了分离，变卦损暗示了有意义的损失，而且是损下益上。体用关系火克金，直接就说明了树木要受损伤。动爻爻辞魁孤遇元夫，还预示了会有关键人物出现。正是如此，你看，综合了象、卦象、物象的观察和类比，数、卦数、时辰数、总和数的计算，理、卦爻辞的义理、五行生克的原理，这三个层面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一个结论。所以占卜者最终就得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断言。他说：“此树10日当伐。”此树10日当伐，这棵树10天之内必定会被砍伐。等等，这个10日是怎么来的？难道就是凭咱们之前算的那个总和数是10，离3加上兑2加上辰时5等于10，用这个数字来定应验的日期，这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或者说有点武断？哈哈，这确实是梅花易数里头判断应期，也就是预测事件发生时间的一种核心方法。那个由卦数和时辰数相加得到的总和数，就是那个10，在他们的体系里被认为蕴含了时间或者数量信息的关键数。在古人的思维里啊，数字往往不只是用来计数的，它更承载着周期、定数这样的观念。哦，周期？对，比如说中国古代不是用天干地支记日吗？天干有10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10个天干正好构成一个循环，叫做一旬。一旬10天。对啊，这次占卜发生的日子是戊子日，那么说10日之内，是不是正好就在这一旬或者下一旬的这个周期范围里面？哎，好像有点联系。当然，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哇，这个连接是不是有点牵强，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这套占卜体系内部，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连贯逻辑的。这个10，它不是占卜师拍脑袋瞎猜的，而是从前面的观察和卦象推导中一步步自然产生出来的数字。好吧，我理解了。虽然听起来还是挺神奇的，但至少在这套方法内部，它是自洽的，有来源的。行，那预测已经做出来了，10日当伐。接下来啊，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来了，结果到底怎么样？真的应验了吗？结果啊，在原文记载里非常简短，但是信息量巨大，而且也极其惊人。原文是这么说的：过10日，伐树起公谢，而降者是自元夫也。哇，过10日，伐树起公谢，而降者是自元夫也。这句话信息量确实大，得好好拆解一下。首先，时间过10日，果然不多不少，正好在10天之后，这个时间点精准无误。对，时间对上了。其次，事件伐树，这棵大树确实被砍伐了，
这印证了咱们前面分析的魁卦的分离、损卦的损伤，还有那个火克金的克伐之象。事件也对上了。在此，你看它的用途，起宫榭，榭是古代那种建在高台上的开放式的公共建筑，有点像咱们说的亭子啊、楼阁啊。公共建筑。公榭就是公共的亭阁，也就是说，砍倒这棵树是用来建造公共设施的。这就厉害了。这不就完美的印证了那个变卦山泽损所揭示的损下益上的卦理了吗？牺牲这棵树，损下用在了公共建筑上，益上。没错，损己立功，价值转化了。前面3个都对上了，已经很厉害了。但最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最后这句，而将者是自原夫也。对，这句最绝。意思是说，那个带领工匠来砍树修建这个公榭的那个工匠师傅，他的名字或者可能是他的表字，恰好就叫原夫。正是此意。这跟咱们之前分析的那个第4爻动爻的爻辞“魁孤遇原夫”，简直是字面意义上的完美契合啊！连人名都对上了，这也太神奇了吧！的确是。这个案例的应验程度，尤其是时间、用途，特别是最后这个原夫这个人物细节，都高度吻合，所以它才会被奉为梅花艺术里头一个标志性的、非常经典的范例。但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如果我们深入去看它的过程，会发现这可能并不完全是无法解释的巧合，或者是什么神秘力量在操控。它更像是古人运用他们那套结合了离象数的系统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分析和推演，最终得出来的一个逻辑结果。当然，它底层的那个逻辑和我们现在科学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它那套体系内部，它是严谨的，一步步推下来的。这个结果确实非常惊人。那咱们稍微跳出这个具体的案例，从一个更宏观点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占卜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的这套思维方式，它体现了古人哪些重要的观念呢？这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智慧吗？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古人通过非常密切地观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特别是那些异常的现象，来反思甚至预测人世上的吉凶祸福。这首先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同时呢，也体现了一种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观念。整体观。这其实也提醒我们，或许我们也应该更留意一下身边的环境，它可能也在发出一些我们平时忽略掉的信号。有道理。那第2点呢？第2点就是这种象数理相结合的系统思维方法。你看，咱们回顾整个过程，它不是单一维度的思考，它有对物象的直接观察和类比。比如枯枝的形态像离卦的中虚，这是象的应用。它有数字的运用和计算，比如用卦数、时辰数加起来得到总和数，用来定动爻和应期，这是数的应用。对，计算。它更有基于易经本身的理论，比如卦辞、爻辞的含义，还有五行生克这些规则进行的逻辑推演，比如解释魁卦、损卦的意义，分析火克金，这是理的应用。象、数、理3者结合。对，这种综合运用形象观察、量化数据和逻辑推理的分析模式，本身就是一套非常系统的思维方法。那第3点？第3点，我觉得是蕴含在山泽损卦里的那种损益的辩证智慧。这个卦告诉我们，损失损和收益益往往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常常是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转化。对，你看这棵树木的损，最终转化为了公共建筑落成的益。这就启示我们不要孤立的、静止的去看待一时的得失，而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来看，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去发现价值的转化和补偿的可能性。说的真好。这么梳理下来，我们今天确实一起把这个枯枝坠地的占卜案例给完整的走了一遍，从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自然异常无风落枝出发，然后运用八卦、时辰这些工具进行信息的编码，也就是起卦。
得到了本卦火泽葵，接着通过数字计算找到了变化的那个关键点，动爻是第4爻，并且推演出了最终的结果趋势，变卦山泽损。再结合卦辞、爻辞，特别是遇元夫、体用关系、火克金、五行生克等等这些解码规则，进行了深度的分析，最终呢，就得出了一个包含了时间、时日、事件、伐树、用途、起工谢，甚至连关键人物将者元夫都包含在内的一个非常精准的结论，并且这个结论得到了现实的惊人印证。是的。所以啊，这个案例展示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能预测未来的神秘能力，不如说是一种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并且把那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的一套系统性的思维框架。它好像在提醒我们，那个天人感应的观念，或许能启发我们对环境中的异常信号保持一种敏感度。保持敏感。那个橡树理结合的方法，则启示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要综合运用形象思维、数据分析和逻辑推理，不能偏废。对，要全面。而那个损益观呢，则让我们学会在面对困境或者损失的时候，能够辩证的去看待，去寻找其中潜在的价值转化和长远的收益。那么最后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吧。虽然咱们今天大概不太可能再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占卜一棵树的命令了，对吧？哈哈哈，是的。异常信号的能力啊，这种运用一个系统框架去分析问题，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习惯，还有这种辩证的看待得失转化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在现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和工作里头，从那些看似偶然的信息碎片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模式或者线索呢？又或者说，当我们在面对挫折和所谓的损失时，能够换一个角度看到其中可能蕴含的收益与成长的契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或许就是这个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故事，能带给我们最实在的，也最有价值的启迪吧。